我撞见未婚夫在我们的婚床上和闺蜜翻云覆雨，那个贱人还穿着我送她的内衣，冲我挑衅的笑。我叫林夕，30岁生日这天，我的世界彻底崩塌了。陈浩，我爱了8年的男人，和我最好的闺蜜苏婉赤身裸体的躺在床上，苏婉甚至没有一丝慌张，她整理着凌乱的头发。林夕，你以为有钱就能留住男人？陈浩早就厌倦你这个工作狂了。你每天只知道赚钱，床上还没我会伺候人。行了，既然被发现了，我也不装了。林夕，咱们分手吧。婚礼取消，你那套房子给婉儿做补偿。我当场气得浑身发抖，眼前一黑晕了过去。醒来时，我躺在医院。更恐怖的是，窗外的街道上到处都是撕咬活人的丧尸，护士尖叫着跑过走廊，一个浑身是血的怪物追在他身后。我才昏迷了2天，世界就变成了地狱。原来全球爆发了恐怖病毒，90%的人都变成了嗜血怪物。我拼命逃到海边，却亲眼看见陈浩和苏婉登上一艘游艇逃生，而我被丧尸包围，绝望地闭上眼睛。下一秒，金光闪过，我睁开眼，发现自己正站在家门口，手里还拿着准备给陈浩的生日蛋糕。我重生了，重生到发现他们偷情的前一天，距离末世爆发还有整整7天。这一次，我要让那对狗男女跪着求我。我花5个亿买下一艘退役豪华游轮，所有人都说我被渣男刺激疯了。重生后，我立刻查了账户。作为上市公司董事，我名下有20亿资产。我突然想起，滨海港正在拍卖退役的豪华游轮海神号。上一世，这艘船成了某个富豪的海上堡垒，救了上千人。这一世，它只能是我的。我当场出价5亿现金拿下，拍卖行的人都惊呆了。消息传出去，我爸妈打来电话痛骂我败家。陈浩和苏婉更是在朋友圈嘲讽。有些人失恋了就自暴自弃，买艘破船当什么海上豪宅？真是疯了！我冷笑着截图保存，等着他们来求我的那一天。拿到船权后，我做了一件更疯狂的事。我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在海神号举办选美大赛，面向全市招募100名长相帅气、体格强健的年轻男性，冠军奖金100万，我亲自当评委。备注里我特别强调，欢迎健身教练、退役军人、男模、专业船员报名。这条消息彻底引爆了网络，所有人都说林夕被刺激的开始玩男人了，彻底堕落。我的闺蜜群里，苏婉阴阳怪气，林夕这是要开海上男妓院吗？真恶心！我直接把他踢出了群聊。3天内报名突破2000人，我精心筛选了100个外形俊美、身材健硕、有特殊技能的男人登船。这些蠢货以为要来参加选美，却不知道这是末世生存选拔。只因几天后将爆发丧尸危机，我花5亿买下豪华游轮。此时我正在豪华游轮上办选美比赛挑男人，评委席上我喝着红酒看台上的男模走秀，所有人都以为我在报复性放纵。决赛那天，海神号灯火通明，音乐震天，我穿着一袭红色长裙坐在评委席中央，面前摆着昂贵的香槟，台上100个穿着泳裤的男人依次展示身材，有人肌肉健硕，有人身姿挺拔，有人眼神锐利。我表面上在欣赏他们的外表，实际上在观察每个人的反应速度、身体协调性、眼神是否机警。台下的女宾们尖叫连连，闪光灯此起彼伏，苏儿也混在人群里。林夕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这么多男人伺候他一个，真恶心。他就是想刺激我们，别理他。我听到了，只是冷冷地勾起嘴角。3个小时后，我选出了30名最优秀的男性，其中有5个退役特种兵，10个职业健身教练，8个男模特，还有7个有航海经验的船员。我以私人助理的名义和他们签了长期合同，未来1年住在船上，月薪50万，包吃包住，但不得离船。这群男人欣喜若狂，以为真的遇到了疯狂的富婆。签完合同，我让他们立刻入住船舱，并分配了任务：特种兵负责安保训练，健身教练负责体能管理，船员负责驾驶维护，男模特负责照顾我的饮食起居。所有人都一脸懵，但50万的月薪让他们选择闭嘴服从。距离末世爆发还有3天，我的海上王国出去雏形。我花10个亿囤积物资塞满游轮，助理以为我疯了。3天后，他会庆幸跟对了老板，因为这个世界将爆发丧尸危机。选好人之后，我开始疯狂扫货。我动用所有资金和信用额度，买空了3个大型仓储公司的库存，20吨大米、10吨面粉、8吨冷冻肉类、无数罐头和压缩饼干，还有200箱矿泉水。我还采购了10台大功率发电机、30吨柴油、整套医疗设备和药品，甚至还买了20支猎枪和500发子弹。这些东西全部秘密运上海神号，把底层3个货舱塞得满满当当。我的助理小雪看着单据，震惊的说不出话。林总，这些东西够1000个人吃2年了，您到底要干什么？多做准备总没错。与此同时，我特意给陈浩和苏儿发了烫金请柬，邀请他们参加我在海神号举办的告别单身派对。苏儿在电话里笑得花枝乱颤。林夕，你终于想开了，要祝福我和陈浩了，10项就好。当然，我还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大礼，你们一定要来。挂断电话，我站在甲板上看着远处的城市，嘴角勾起冰冷的笑容。这对狗男女，3天后你们会跪着求我收留，而我会让你们生不如死。我回到船舱，30个男人已经各就各位。我召集所有人开会，冷冷地说：接下来你们要绝对服从我的命令，做到了你们会活，做不到现在就滚下船。所有人面面相觑，但没人敢离开。
末世病毒爆发那天，我邀请渣男和小三上船参加派对。当丧尸攻破城市时，我按下了舱门关闭键。末世爆发前一天晚上，海神号灯火辉煌，我穿着价值100万的高定礼服，站在宴会厅中央，看着陈浩和苏瓦盛装走来。苏瓦挽着陈浩的手臂，脸上写满了得意，他故意在我面前晃悠。林夕，你这艘船确实气派，可惜再气派也换不回陈浩的心，你就认命吧。西西，过去的事别计较了，你能想开，我很高兴。是啊，我确实想开了。来，为了新生活，干杯！就在所有人碰杯的瞬间，船外突然传来刺耳的警报声和尖叫声，有宾客冲到窗边，惊恐的大喊：“天啊，岸边有人在咬人！那些是什么怪物？”我平静地放下酒杯，走到控制台前，按下了舱门紧急关闭按钮。厚重的钢铁舱门轰然落下，彻底隔绝了外面的混乱。所有人惊恐地挤到窗边，只见码头上已经血流成河，无数丧尸正在撕咬活人，惨叫声此起彼伏。苏尔吓得尖叫，陈浩脸色惨白。我站在人群中央，大声宣布：“各位，末世来了！现在这艘船上只有2种人，服从我的和死人。”话音刚落，我的30个安保团队持枪出现，控制住了所有出口。陈浩和苏瓦彻底慌了，他们冲过来抓住我的手臂。西西，你早就知道，求你救救我们！我甩开他们的手，冷冷地说：“把这2个人扔下船。”看着陈浩和苏瓦尔瘫软在地的狼狈模样，我眼底没有丝毫波澜。2名退役特种兵上前，像拎小鸡似的将他们拖到甲板边缘。岸边的丧尸已经聚集得密密麻麻，嘶吼声隔着海水都能清晰传来。我走到他们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这对曾经毁了我人生的男女，只觉得可笑。他们哭喊着求饶，鼻涕眼泪糊满脸庞，早已没了往日的嚣张。我没让他们立刻去死，那样太便宜了。我让人解开他们的一只手铐，将另一只锁在甲板的栏杆上，刚好够到海水，却无法挣脱。好好活着，感受一下末世的馈赠。说完，我转身回到船舱，任由身后传来绝望的哀嚎。舱内的宾客早已吓得噤若寒蝉。我站在宴会厅中央，声音冷冽，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从现在起，海神号归我掌控，服从命令者生，违抗者扔下去喂丧尸。没人敢反驳，所有人的眼神里都写满了敬畏。我的30名核心下属分列两侧，气场凛然。这艘船的规矩从此由我定。为了让海神号成为真正的海上堡垒，我立刻着手建立管理体系。我将船上的区域划分明确，上层是核心成员居住区，中层是普通宾客和工作人员区域，底层是物资库和动力室。每天清晨，特种兵带队进行安保巡逻和丧尸应对训练，健身教练负责所有人的体能训练，船员轮流值守驾驶舱和动力室，男模则兼顾后勤服务和应急支援。有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宾客觉得我一个女人不该发号施令，私下煽动其他人反抗，还嘲讽我是靠男人上位的疯婆子。我没给他们废话的机会，直接让特种兵将这几人带到甲板，看着栏杆外虎视眈眈的丧尸，他们瞬间吓得腿软。我没杀他们，只是断了他们3天的食物，让他们在船舱角落反省。经此一事，再也没人敢质疑我的权威。所有人都乖乖服从安排，训练时拼尽全力，做事时一丝不苟。看着井然有序的海神号，我知道我的海上王国正在一步步坚不可摧。末世第3天，雷达探测到不远处有一艘求救的渔船。我让人将渔船靠近，船上有10几个幸存者，大多是老弱妇孺，只有3个年轻力壮的男人。有人提议全部收留，我却摇了摇头。末世里累赘只会拖垮整个团队。我让特种兵仔细检查每个人的身体，确认没有被咬伤后，留下了那3个会维修和捕鱼的男人，给了老弱妇孺足够的食物和淡水，让他们乘坐渔船前往附近的小岛避难。我并非冷血，只是深知资源有限，必须优先保障海神号的安全。回到船上，我发现陈浩和苏瓦尔居然挣脱了一只手，还试图蛊惑看守的船员放他们走。得知消息后，我冷笑一声，让人将他们转移到底层的禁闭室，断了他们的水和食物，只留下一个小窗口，让他们能清楚看到外面丧尸的惨状。这种生不如死的折磨，远比一刀毙命更解气。而那些被留下的新成员见我决策果断，奖惩分明，也彻底放下了顾虑，乖乖融入了团队。为了让海神号的生存条件更优越，我启动了早已计划好的设施升级。我让人将船上的娱乐室改造成医疗站，配备的专业医疗设备和药品全部到位，还指定了2名有医学基础的宾客协助管理。餐厅实行定量分配制度，确保每个人都能吃饱，又不造成浪费。我还特意开辟了一块阳光充足的甲板区域，用防护网围起来，种上了从物资里找出的蔬菜种子。末世里，新鲜蔬菜比黄金还珍贵。对于表现突出的下属，我从不吝啬奖励。那个叫陆婷的退役特种兵队长，训练时尽职尽责，巡逻时警惕性极高，我直接将他提拔为安保总负责人，月薪翻倍，还给他安排了独立的豪华仓房。其他下属见此，工作热情更高涨了。
看着医疗站里整齐的药品，菜园里冒出的嫩芽，还有团队里日益浓厚的凝聚力，我知道我们在末世里活下去的底气越来越足了。清晨的海面本该平静，却被一艘失控的货轮打破，货轮上爬满了丧尸，嘶吼着冲向海神号。警报声响起时，我正在甲板上查看蔬菜长势，听到动静立刻冲向指挥室。陆廷已经带领特种兵就位，猎枪上膛，眼神锐利，调整航向，避开货轮正面冲击，让船员用钩索固定货轮。特种兵分2队登船清理丧尸，注意保留有用物资。我迅速下达命令，所有人立刻行动。货轮上的丧尸数量不少，但经过这几天训练的特种兵身手矫健，猎枪精准射击丧尸头部，健身教练们则配合着用特制的钢管敲打丧尸四肢，默契十足。我站在海神号的甲板上，用望远镜观察着战况，随时准备调整指令。陆廷在登船清理时遇到一只速度极快的变异丧尸，他反应迅速，侧身避开攻击，同时一枪爆头，动作干净利落。半个时辰后，货轮上的丧尸被全部清理干净，船员们在货轮上找到了大量的汽油、钢材和罐头食品，这些物资正好补充了海神号的库存。看着凯旋的下属，我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场遭遇战不仅收获了物资，更检验了团队的战斗力。清理完货轮上的丧尸后，我意识到海神号周围的海域并不安全。为了扩大安全区，我决定主动出击，清理附近海域的丧尸船只。我让船员绘制了详细的海域地图，标记出可能存在丧尸船只的区域，然后带领海神号逐一排查。每遇到一艘丧尸船，我们都采用固定捡清理、捡搜刮的模式，先用钩索固定对方船只，再由特种兵和健身教练组成的突击队登船清理，最后由船员和男模们搜刮有用的物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有一次我们遇到一艘载满丧尸的客轮，丧尸数量是之前的几倍。我立刻调整战术，让海神号绕到客轮侧面，用高压水枪扫射甲板上的丧尸，制造混乱，再让突击队分批登船。陆廷带领第1队冲在最前面，他身先士卒，连续击毙10几只丧尸，为后续队员开辟出通道。经过一整天的奋战，我们清理了3艘丧尸船，收获了大量物资。更重要的是，附近海域的威胁大大降低。夕阳西下时，海神号返航，甲板上的下属们虽然疲惫，但眼神里都充满了成就感。而我知道，这只是我们在末世里站稳脚跟的第一步。在清理海域的过程中，我们的雷达探测到一艘废弃的物资运输船，根据坐标判断，船上很可能存放着大量的战略物资。我立刻下令海神号全速前进，前往目标地点。靠近运输船后，我们发现船身完好，只是甲板上有几只零散的丧尸在游荡。陆廷带领小队迅速登船，很快就清理干净了甲板上的丧尸。进入船舱后，我们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船舱里堆满了大米、面粉、食用油，还有大量的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甚至还有几箱未开封的防护服和消毒水。这些物资对于我们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我让人立刻组织搬运，将所有物资全部转移到海神号的底层货舱。在搬运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密封的箱子，打开后里面是10几把军用匕首和一套便携式通讯设备。我将匕首分发给每个特种兵和核心下属，通讯设备则配备到各个岗位，确保船上通讯畅通。这次意外的收获让海神号的物资储备更加充足，应对危机的能力也大大提升。看着堆满货舱的物资，我知道我们在末世里的生存保障又多了一层。就在我们忙着搬运物资时，底层禁闭室传来了异动。我让人去查看，得知陈浩和苏瓦尔居然联合了之前被我惩罚过的那几个宾客，试图撬开门锁逃跑。他们还放出狠话，说要抢夺海神号的控制权，让我付出代价。真是不知死活。我带着陆廷和几名特种兵赶到禁闭室，看着门被撬得摇摇欲坠，里面的人还在疯狂叫嚣。我没给他们继续折腾的机会，让特种兵直接破门而入。陈浩和苏瓦尔见我来了，还想装可怜求饶，我却懒得再看他们一眼，把他们拖到甲板，这次不留余地。我冷冷地说道，2名特种兵立刻上前，将陈浩和苏瓦尔拖到甲板边缘。此时刚好有几只丧尸漂浮在海面上，嘶吼着想要靠近。我挥了挥手，特种兵松开了手，那对狗男女尖叫着坠入海中，瞬间被丧尸包围。看着他们在海水中挣扎，被撕咬的惨状，我心中积压已久的怨气终于烟消云散。解决了这2个心腹大患，船上再也没有不稳定的因素。其他宾客见我如此果决，对我的敬畏又加深了几分，整个海神号的氛围也更加团结。清理完内部隐患后，我决定扩大团队规模，吸纳更多有用的人才。
我让船员在海神号的桅杆上挂起了醒目的信号旗，表明这里是安全的幸存者基地，同时让通讯兵用便携式通讯设备发送求救信号，筛选附近的幸存者。几天后，我们收到了一艘小型快艇的回应，快艇上有5个人，都是某科研机构的研究员，其中还有2个是生物学家。他们携带了大量的科研资料和实验设备，因为实验室被丧尸攻破，才侥幸逃脱。我立刻让他们登船，经过严格的身体检查和询问后，将他们妥善安置。这些研究员的到来让我看到了研究病毒、寻找解药的希望。我给他们安排了独立的实验室，提供充足的物资支持，让他们专注于病毒研究。除此之外，我们还遇到了一支由10名退伍军人组成的幸存者小队，他们纪律严明，战斗力强，见海神号设施完善，管理有序，主动提出加入。我欣然同意将他们编入安保团队，由陆廷统一指挥。随着越来越多有用人才的加入，我的团队实力不断壮大，海神号也越来越像一个坚不可摧的末世堡垒。天有不测风云，末世里的天气更是变幻莫测。这天下午，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呼啸，巨浪开始疯狂地拍打海神号的船身，船身剧烈摇晃，不少人站都站不稳，船舱里的物品纷纷掉落，尖叫声此起彼伏。我立刻冲进指挥室，让船员启动应急方案，加固所有物资仓库的门窗，关闭甲板上的所有通道，将所有人转移到中层船舱的安全区域。陆廷带领安保团队在各个楼层巡逻，安抚大家的情绪，同时排查安全隐患。我站在指挥室里，紧盯着雷达和仪表盘，根据风浪的变化，不断调整航向和航速，尽量让海神号避开巨浪的正面冲击。风浪持续了整整1夜，我几乎没合眼，始终坚守在指挥室。天亮时，风浪终于平息，海神号虽然有些颠簸后的狼藉，但并无大碍。看着惊魂未定的众人，我平静地宣布，风暴已经过去，大家各自回到岗位，清理现场，检查设施。我的镇定自若感染了所有人，大家迅速行动起来。经过这次风暴的考验，不仅海神号的抗风险能力得到了验证，我在团队中的威望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知道跟着我就能在任何危机中活下去。风暴过后，船上的物资清点工作中，我发现有一批药品和压缩饼干不翼而飞。经过排查，我怀疑船上出现了内鬼。我没有声张，而是让陆廷暗中调查，重点关注那些近期加入、表现可疑的人。几天后，陆廷带来了结果，内鬼是之前收留的一个年轻男人，他趁风暴混乱之际偷走了物资，想要偷偷乘坐救生艇逃跑。投靠附近一个号称末世霸主的幸存者团队，我让人将他带到宴会厅，当着所有人的面揭穿了他的阴谋。那个男人还想狡辩，说自己是被逼无奈，我冷笑一声，拿出他与外部通讯的证据。在海神号，我给你活下去的机会，给你充足的物资，你却背叛我们，投靠外敌。我话音刚落，陆廷就上前一步，将他按倒在地。按照船上的规矩，背叛者扔下去喂丧尸。我话音刚落，就有人上前将那个男人拖了出去。甲板上很快传来一声惨叫，随后恢复平静。这件事给所有船员和宾客敲响了警钟，没人再敢有二心，而我也借此机会重申了船上的纪律，进一步巩固了我的统治。根据通讯设备收到的信号，我们在一座偏远的岛屿附近发现了一批幸存者。我让海神号在距离岛屿不远的海域停泊，派陆廷带领一支小队登岛探查。几个小时后，陆廷传回消息，岛上有大约200名幸存者，由一个自称岛主的恶霸掌控，他奴役其他幸存者，霸占物资，还肆意欺凌妇女。听到这些，我怒不可遏，末世已经够残酷了，居然还有人趁火打劫，残害同胞。我立刻下令带领大部分安保团队登岛救援。我们乘坐快艇靠近岛屿，在陆廷的带领下迅速突破了恶霸的防线。那个岛主仗着自己人多，还想反抗，却被陆廷3两下制服。其他被奴役的幸存者见有人来救他们，纷纷反抗，很快就控制了局面。我将那个恶霸绑起来，扔给了岛上被他伤害过的人，让他们自行处置。随后，我清点了岛上的物资，将愿意跟随我们的幸存者全部接到了海神号上。这些新成员大多身强力壮，还有不少人有一技之长，为我们的团队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团队规模的扩大以及遇到的丧尸越来越狡猾，我意识到必须尽快研究出丧尸的弱点，提升我们的武器装备。我让那2位生物学家专注于病毒研究，分析丧尸的生理结构和弱点，同时让懂机械维修的幸存者组成研发小组，对现有的猎枪和钢管进行改造。几天后，生物学家传来了好消息，他们发现丧尸的听觉和嗅觉异常灵敏，但视觉很差，而且心脏和大脑是致命弱点，只要破坏其中一个，丧尸就会彻底死亡。这个发现让我们的战斗效率大大提升，我们可以利用噪音吸引丧尸，再集中火力攻击他们的要害。
研发小组也有了突破，他们将猎枪的枪管加长，提升了射程和威力，还将钢管的头部打磨得更加锋利，制成了特制的长矛，适合近距离作战。我立刻让安保团队进行新武器和新战术的训练，大家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在一次清理附近小岛上的丧尸时，我们运用新战术和新武器，只用了半个时辰就清理完了所有丧尸，而且没有一人受伤。看着研发小组和生物学家们兴奋的表情，我知道我们在对抗丧尸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的海神号日益壮大，难免引起其他幸存者势力的觊觎。这天，一艘挂着黑色旗帜的海盗船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海盗船的船长通过喇叭喊话，让我们交出一半的物资，否则就击沉海神号，真是异想天开。我站在指挥室里，冷笑一声，下令调整航向，准备战斗。让研发小组启动改装后的声波武器，干扰海盗船的通讯和驾驶系统。安保团队做好登船准备，一旦靠近，立刻拿下。声波武器启动后，海盗船果然出现了混乱，通讯中断，船身开始失控。我抓住机会，让海神号全速前进，靠近海盗船。陆婷带领安保团队迅速登船。海盗们虽然凶悍，但哪里是我们训练有素的团队的对手？经过一番激战，海盗们被全部制服，海盗船长也被陆婷生擒。我让人搜查了海盗船，找到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和武器弹药。对于那些愿意改过自新、有一技之长的海盗，我收留了他们，编入底层劳动团队。对于冥顽不灵、手上沾满鲜血的海盗，我直接将他们扔到了附近有丧尸的小岛上，让他们自食恶果。这场遭遇战不仅让我们收获了大量物资，更向其他幸存者势力宣告了海神号的强大。我们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是末世里的强者。自从陆婷加入我的团队后，他一直忠心耿耿，屡立战功。无论是清理丧尸还是应对危机，他总是冲在最前面，用行动保护着我和整个海神号。这天晚上，在甲板上的庆功宴结束后，陆婷找到了我。月光下，他身姿挺拔，眼神灼灼地看着我，语气带着一丝紧张和郑重。我能感受到他的心意，这些日子以来，他的默默守护我都看在眼里。但我是海神号的女王，不能轻易被感情左右。我没有直接回应他的表白，而是看着远处的海面，平静地说：“陆婷，我知道你的心意，但在这个末世里，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你真的在乎我，就继续守护好海神号，守护好我们的团队。”陆婷愣了一下，随即郑重地点头。我转过身，对他露出了一个淡淡的笑容。虽然没有明确接受他的感情，但我知道我们之间的羁绊已经越来越深。而我也清楚，在这个残酷的末世里，有这样一个可靠的人陪伴在身边，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只是感情的节奏必须由我掌控。随着海神号的名气越来越大，前来投奔的幸存者也越来越多，船上的空间逐渐紧张。为了寻找一个更安全、更广阔的生存基地，我决定带领海神号前往深海，寻找传说中无人居住的神秘岛屿。根据古籍记载和卫星残留数据，我们锁定了一座位于太平洋中部的岛屿——迷雾岛。这座岛屿被浓雾环绕，很少有人涉足，理论上是末世里的绝佳避难所。经过几天的航行，我们终于靠近了迷雾岛。岛屿周围的浓雾确实浓厚，能见度不足10米。我让船员放慢航速，谨慎驾驶，同时让陆婷带领小队乘坐快艇登岛探查。几个小时后，陆婷传回消息，岛上没有丧尸，植被茂盛，还有天然的淡水湖和可耕种的土地。而且岛上有一个废弃的军事基地，设施基本完好。这个消息让所有人都兴奋不已，我立刻下令将海神号停泊在岛屿附近的天然港湾，然后组织所有人分批登岛。我们清理了军事基地里的杂物，修复了部分设施，将这里改造成了我们的陆上基地。有了这座岛屿作为依托，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海上的风浪和空间不足的问题，生存的根基也更加稳固。就在我们忙着改造陆上基地时，岛上突然出现了变异丧尸。这些变异丧尸比普通丧尸高大1倍，速度更快，力量更强，皮肤坚硬如铁，普通的猎枪子弹都难以穿透。第一次遭遇变异丧尸时，我们的2名安保队员不幸受伤，我立刻下令撤回基地，关闭大门，暂时停止改造工作。看着受伤的队员，我心中又怒又急。我让生物学家立刻对变异丧尸的样本进行分析，研发小组则加快武器改造的速度，尝试制造穿透力更强的武器。经过2天的紧急研究，生物学家发现变异丧尸的弱点在眼睛，那里的皮肤相对薄弱。研发小组也成功制造出了特制的穿甲弹和重型弩箭。我立刻组织安保团队进行针对性训练，练习瞄准变异丧尸的眼睛射击。几天后，我们主动出击，寻找变异丧尸。陆婷带领小队打头阵，用重型弩箭吸引变异丧尸的注意力，其他人则用配备了穿甲弹的猎枪瞄准他们的眼睛射击。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
我们成功击毙了岛上所有的变异丧尸。这场战斗让我们损失了一些物资，但也让我们积累了对抗变异丧尸的经验，团队的战斗力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迷雾岛的安全得到保障后，消息很快传遍了附近的海域，越来越多的幸存者团队前来投奔，其中不乏一些实力不俗的小势力。为了整合这些幸存者势力，形成更大的力量，我决定召开一场幸存者大会。我让船员将消息传递出去，邀请附近所有的幸存者团队首领登上海神号参加会议。会议当天，10几位幸存者团队首领齐聚海神号的宴会厅，他们中有人敬畏我，有人怀疑我，还有人想趁机挑衅，争夺领导权。其中一个叫王虎的首领，手下有几百人，仗着自己人多势众，在会议上大放厥词，说我一个女人不配领导这么多幸存者，还要求我将迷雾岛和海神号的控制权交出来。我没有生气，只是平静地看着他。王首领，末世里实力才是话语权，你觉得你能打过我的团队吗？说完，我挥了挥手，陆婷带领10几名特种兵走进宴会厅，个个眼神锐利，气势逼人。王虎的脸色瞬间变了，他带来的手下也不敢动弹。我接着说，我邀请大家来，是想整合资源，共同对抗丧尸，重建家园。愿意服从指挥的，我会提供物资和保护；不愿意的，我绝不强求，但也别想在我的地盘上撒野。其他首领见我实力强大，又诚意十足，纷纷表示愿意加入。王虎见状，也只能硬着头皮同意。就这样，我成功整合了周边的幸存者势力，正式成为了这片海域和迷雾岛的女王。整合完幸存者势力后，新的问题出现了。随着人口的增加，物资消耗速度大大加快。之前囤积的物资已经出现了短缺的迹象，尤其是粮食和淡水。虽然迷雾岛有可耕种的土地和淡水湖，但粮食的生长需要时间，淡水的净化也需要设备支持。我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制定解决方案。首先，我让所有有耕种经验的幸存者组成农业团队，扩大耕种面积，种植水稻、小麦、蔬菜等农作物。让懂水利和净化技术的幸存者改造淡水湖，建立完善的淡水净化系统，确保淡水供应。其次，我让陆婷带领团队定期出海，清理丧尸船只，搜刮物资，同时组织捕鱼队，利用海神号的设备在附近海域捕鱼，补充蛋白质。此外，我还鼓励幸存者们发挥各自的特长，制作手工制品，进行物物交换，形成简单的经济体系。经过1个月的努力，农业团队种植的蔬菜开始收获，淡水净化系统也投入使用，出海小队和捕鱼队也收获颇丰。物资短缺的危机得到了有效缓解，所有人都能吃饱穿暖，对我的领导也更加信服。我知道，想要在末世里长久的活下去，就必须做到自给自足，而我们正在这条路上稳步前进。随着团队规模的不断扩大，内部出现了一些分裂的苗头。原来的几个幸存者小首领虽然表面上服从我的指挥，但私下里却拉帮结派，争夺资源和权力。他们还在各自的下属面前散布谣言，说我偏心，只顾着自己的核心团队，不重视他们。这些谣言在团队中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恐慌和不满。我得知消息后，没有急于处理，而是暗中收集证据，观察他们的行动。几天后，我在迷雾岛的广场上召开了全体幸存者大会。会上，我将那些小首领拉帮结派、争夺资源的证据一一展示出来，包括他们的通讯记录、分配物资时的违规记录等。铁证面前，那几个小首领无从狡辩，脸色惨白。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撤销他们的职务，将他们贬为普通幸存者，接受统一管理。同时，我重申了团队的分配制度和纪律，强调所有人一律平等，只有贡献大小之分，没有亲疏远近之别。为了让大家信服，我还公布了物资分配的详细账目，让所有人都能监督。经过这次事件，团队内部的分裂苗头被彻底平息，所有人都明白了团队的团结和纪律的重要性，整个团队也更加凝聚力。在对抗变异丧尸的过程中，生物学家在他们的体内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病毒菌株。经过研究，他们发现这种菌株与最初爆发的丧尸病毒有所不同，似乎是人为改造过的。这个发现让我意识到，丧尸危机可能并非偶然，背后或许隐藏着巨大的阴谋。我让生物学家继续深入研究病毒菌株的来源和特性，同时让陆婷带领团队在迷雾岛和附近的海域寻找更多关于病毒的线索。几天后，陆婷的小队在一座废弃的科研基地里找到了一批加密的科研文件和实验数据。我让人将这些文件和数据交给生物学家和技术人员破解。经过几天的努力，他们成功破解了部分文件，得知这座科研基地曾经是某个神秘组织的秘密实验室，丧尸病毒就是在这里被研发出来的。而变异丧尸则是他们的失败实验品。更让人震惊的是，这个神秘组织的目标是通过丧尸病毒控制世界。得知真相后，我既愤怒又庆幸。
愤怒的是，有人为了权力和利益，不惜制造如此残酷的末世。庆幸的是，我们发现了线索，有机会阻止他们的阴谋。我立刻下令加大对病毒研究和线索寻找的投入，同时加强海神号和迷雾岛的防御，以防神秘组织的袭击。神秘组织似乎察觉到了我们的行动，没过多久，他们就派出了大量的丧尸潮围攻迷雾岛。这次的丧尸潮规模空前，不仅数量众多，还夹杂着大量的变异丧尸，他们疯狂地冲击着我们的防御工事。警报声响起时，我正在实验室查看病毒研究进度，听到动静立刻冲向指挥中心。我沉着地下达命令，所有安保团队坚守防御工事，用重型武器攻击变异丧尸，农业和后勤团队负责搬运物资，救治伤员。科研团队继续研究病毒弱点，寻找突破口。陆婷带领安保团队冲在最前线，他们用特制的穿甲弹和重型弩箭攻击变异丧尸，用火焰喷射器阻挡普通丧尸的进攻。战斗异常激烈，防御工事多次被丧尸突破，安保队员们浴血奋战，硬生生将丧尸挡了回去。我也拿起一把猎枪，亲自登上防御工事，与大家并肩作战。经过3天3夜的殊死搏斗，在科研团队发现变异丧尸怕强光的弱点后，我们利用岛上的发电设备制造了强光武器，终于击退了丧尸潮。虽然我们付出了一定的伤亡代价，但成功守住了迷雾岛和海神号，也让神秘组织知道了我们的厉害。击退丧尸潮后，我知道神秘组织不会善罢甘休。为了彻底清除周边的威胁，巩固我们的生存基地，我决定主动出击，清理迷雾岛周围海域和岛屿上的丧尸以及可能存在的神秘组织据点。我将团队分成几个小队，陆婷带领主力小队清理附近的大型岛屿，其他小队则负责清理海域中的丧尸船只和小型岛屿。每个小队都配备了强光武器、穿甲弹和充足的物资，确保他们的安全和战斗力。清理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不少神秘组织的残余势力，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在我们经验丰富的团队面前，还是不堪一击。我们不仅清理了所有的丧尸和神秘组织残余势力，还找到了几个神秘组织的小型据点，缴获了大量的科研资料、武器弹药和物资。经过半个月的清理，迷雾岛周边100里范围内的威胁被彻底清除，形成了一个安全的缓冲区。我们在各个关键位置设立了哨站，安装了监控设备，确保能够及时发现任何潜在的危险。看着安全无虞的基地和海域，我知道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家，也有了对抗神秘组织的底气。就在我们巩固基地、休整团队的时候，神秘组织发动了突然袭击。他们派出了几架武装直升机，对迷雾岛的防御工事和海神号进行狂轰滥炸。同时，一批精锐的雇佣兵乘坐快艇登岛，试图破坏我们的核心设施。战斗瞬间爆发，我立刻下令启动所有防御系统，让陆婷带领团队抵抗雇佣兵的进攻。陆婷身先士卒，带领安保团队与雇佣兵展开激烈的巷战。在一次争夺核心实验室的战斗中，一名雇佣兵射出了一枚火箭弹，直奔我而来。千钧一发之际，陆婷猛地将我推开，自己却被火箭弹的冲击波击中，身受重伤。看着倒在血泊中的陆婷，我心中涌起前所未有的愤怒和恐慌。我立刻让人将陆婷送往医疗站救治，自己则拿起武器带领团队继续战斗。或许是愤怒激发了潜能，或许是团队的凝聚力发挥了作用，我们最终击退了神秘组织的袭击，保住了核心设施。我守在医疗站外，焦急地等待着消息。几个小时后，医生出来告诉我，陆婷虽然伤势严重，但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听到这个消息，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看着病床上脸色苍白的陆婷，我知道我对她的感情早已超越了上下级和合作伙伴。在这个残酷的末世里，她是我最想守护的人。陆婷康复后，我们的团队更加团结，战斗力也更强了。经过对神秘组织科研资料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了他们的总基地位置，一座位于深海中的人工岛。我知道是时候与神秘组织做个了断了。我集结了所有的力量，将海神号改造成了武装战舰，配备了重型武器和防御系统，同时将所有的安保团队整合成一支精锐部队，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针对性训练。出发那天，天气晴朗，海神号满载着我们的希望和决心，驶向神秘组织的总基地。经过2天的航行，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战斗一触即发，我们先用海神号上的重型武器对人工岛的防御设施进行轰炸，然后陆婷带领精锐部队登岛，与神秘组织的核心势力展开决战。战斗异常惨烈，但我们的团队早已今非昔比，每个人都抱着必胜的信念。在付出一定的代价后，我们终于攻克了神秘组织的总基地，击毙了组织首领，摧毁了病毒实验室。这场胜利不仅为我们自己赢得了生存的空间，也为整个世界带来了希望。
回到迷雾岛后，我们开始重建家园，收留更多的幸存者，传播病毒疫苗的研究成果。海神号成为了末世里的希望之船，迷雾岛成为了人类文明的火种之地。而我，林夕，作为这一切的主导者，被所有人尊称为海上女王。站在海神号的甲板上，看着冉冉升起的朝阳，我知道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启。疫苗研发到关键阶段，生物学家突然发现缺少核心原料深海冰晶藻，这种藻类只生长在坑里深海的海沟附近，周围还栖息着能撕裂船体的巨型变异章鱼。我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决定亲自带领陆婷和精英小队乘坐特制潜水艇前往。陆婷眉头紧锁，却只沉声准备装备，我会护你周全。潜水艇下潜时，舷窗外漆黑一片，巨型章鱼的触须突然拍击艇身，剧烈摇晃中，我冷静下令启动高压电防护网，同时让队员精准投放麻醉弹。半小时后，我们成功采集到冰晶藻返程时，陆婷握着我的手，眼底是化不开的温柔。西西往后，危险的事让我来。我抬头对上他的目光，轻笑回应，我们是战友，也是爱人。这一夜，疫苗研发终于突破瓶颈，而我和陆婷的感情也终于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疫苗即将量产的消息传开，一个自称炎龙军的幸存者势力突然找上门，首领赵烈带着数百人围在迷雾岛外，叫嚣着要共享疫苗配方，否则就血洗基地。我站在防御墙上，看着下方气焰嚣张的人群，冷笑一声。陆婷握紧我的手，低声询问是否需要出击。我摇头示意，待赵烈喊得口干舌燥，我才缓缓开口，想要疫苗先过我这关。话音刚落，基地的无人机群升空，架在墙头的重型弩箭对准了他们，新研发的声波武器也启动就绪。赵烈脸色骤变，还想顽抗，他的手下却早已吓得后退。我趁机下令，愿意归顺者每人可领1支疫苗，冥顽不灵者后果自负。片刻后，炎龙军土崩瓦解，赵烈被手下绑着送到我面前求饶。我挥手让陆婷将他关押，转头对众人宣布，我的基地从不强求，但也绝不允许他人觊觎，这是规矩。解决炎龙军后，我着手扩建迷雾岛基地，不仅开辟了更大的耕种区，还建立了疫苗生产线和武器制造厂，甚至搭建了一座能容纳上千人的学校和医院。陆婷心疼我，日夜操劳，每天都会悄悄送来温热的营养液，陪我查看工地到深夜。这天，我们在巡视新建成的造船厂时，雷达突然探测到3艘不明船只靠近。我立刻下令启动防御，却发现船上挂着和平求助的旗帜，下来的是一群携带先进医疗设备的科研人员，他们是全球仅存的顶尖医疗团队。听闻迷雾岛的事迹，专程前来投奔，我大喜过望，立刻为他们安排了实验室和住所。有了这支团队的加入，疫苗量产速度翻倍，还研发出了能预防变异病毒的加强针。看着基地里越来越多的笑脸，我知道我们正在一步步重建文明，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身边人的支持与信任。加强针刚投入使用，就传来噩耗，附近一座岛屿的幸存者被新型尸骨丧尸袭击。这种丧尸的唾液能腐蚀骨骼，感染后必死无疑。我当即带领陆婷和装备了穿甲弹与强光武器的小队出发救援。登岛时，岛上已是一片狼藉，尸骨丧尸正围攻最后一批幸存者。我一声令下，强光武器全开，丧尸瞬间陷入混乱。陆婷带领队员精准射击他们的眼睛，我则用特制火焰喷射器烧毁被腐蚀的区域，阻止病毒扩散。激战中，一名小女孩被丧尸围困，我毫不犹豫冲过去将她抱起，反手一枪爆头丧尸。救援结束后，小女孩紧紧抱着我的脖子喊：“女王姐姐！”幸存者们纷纷跪地感谢。返程时，陆婷为我擦拭脸上的污渍，眼底满是疼惜。你总是这么不顾危险。我笑着靠在她肩上，守护他们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回到基地，我让科研团队对尸骨丧尸样本进行分析，发现他们的病毒基因与神秘组织残留的实验数据高度吻合，显然是残余势力在暗中作祟。我立刻下令展开全面排查。陆婷带领小队在迷雾岛周边海域发现了一座隐藏在海底的秘密实验室。深夜，我们兵分3路，我带领科研人员潜入实验室获取数据，陆婷负责牵制守卫，其余队员则摧毁实验设备。实验室里，我们不仅找到了尸骨丧尸的培育记录，还发现了神秘组织的终极计划，用基因武器改造人类，建立独裁统治。就在我们准备撤离时，实验室突然启动自毁程序，我当机立断，带着数据和样本快速撤离，身后的实验室在爆炸声中化为灰烬。回到基地，看着手中的证据，我眼神冰冷，既然你们还没死绝，那我就彻底清场。根据实验室获取的坐标，我们找到了神秘组织的残余据点，一座隐藏在火山岛中的堡垒。这座堡垒易守难攻，还配备了导弹发射系统。
我制定了围点打援的战术，让海神号在外围封锁海域，用重型武器轰炸堡垒防御工事。陆廷带领精英小队从通风管道潜入，我则带领主力部队正面进攻。战斗打响后，堡垒的导弹疯狂扫射，我下令启动海神号的能量护盾，同时让无人机群干扰对方雷达。陆廷小队成功潜入后，炸毁了导弹发射井，堡垒的防御瞬间崩溃。我带领队员冲入堡垒，与残余势力展开殊死搏斗。组织的2把手剑大势已去，想用病毒炸弹同归于尽。我眼疾手快，甩出特制飞刀刺穿他的手腕。陆廷随即上前将其制服。这场战斗，我们彻底摧毁了神秘组织的所有残余力量，从此再也没有后顾之忧。清除残余势力后，我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海域。通过破译的资料，我得知全球还有3座大型幸存者基地，彼此孤立无援。我决定组建一支希望舰队，由海神号领航，带着疫苗和物资前往联络，建立全球幸存者联盟。陆廷全力支持我的决定，亲自挑选船员和战舰，对舰队进行武装改造。出发那天，迷雾岛的所有幸存者都来送行，欢呼声此起彼伏。航行途中，我们遇到了肆虐的风暴和成群的海上变异丧尸，但在训练有素的团队面前，这些都只是小插曲。每到一座基地，我们都会送去疫苗和物资，分享生存经验，邀请他们加入联盟。前2座基地的首领都对我敬佩不已，当即同意结盟。看着越来越庞大的舰队，我站在甲板上，陆廷从身后轻轻拥住我。西西，你正在创造历史。我望着远方的海平面，心中充满了憧憬，这只是开始。第3座基地的首领是个名叫李默的野心家，他表面同意结盟，暗地里却想趁机夺取海神号的控制权。他假意设宴款待我们，在酒水中下了软骨散，我早有防备，提前让队员服用了解药，还让陆廷暗中布置了伏兵。宴会上，李默见我们毫无异样，脸色顿时变得难看。我放下酒杯，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李首领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未免太失风度了。李默恼羞成怒，下令埋伏的手下动手，却发现早已被陆廷的人控制。我站起身，语气冰冷，想背叛我就要付出代价。我没有杀他，而是废除了他的首领之位，让基地里真正有能力、有良知的人接管。消息传开后，其他基地的人对我更加敬畏，联盟的凝聚力也更强了。返程时，舰队规模扩大了1倍，还带回了大量的稀有资源和技术人才。我知道，全球统一的幸存者联盟已经指日可待。联盟成立后，我被推选为盟主，负责统筹全球的资源调配和抗丧尸行动。为了让联盟更有序的运转，我制定了统一的规章制度，建立了情报共享网络和联合军队。陆廷被任命为联合军队总司令，统筹所有战斗任务。这天，情报传来，南极冰川下发现了巨大的丧尸巢穴，里面的丧尸数量超过10万，还隐藏着能控制丧尸的母体。我立刻召集联盟高层开会，决定发动冰封行动，彻底摧毁巢穴。行动中，我和陆廷兵分2路，他带领联合军队正面进攻，吸引丧尸注意力；我则带领科研团队和精英小队乘坐破冰船潜入冰川底部，寻找母体。冰川下的环境极端恶劣，低温和冰层阻碍了前进，但我们没有退缩。终于在巢穴深处，我们找到了体型庞大的母体。我毫不犹豫地启动了特制的量子炸弹，与陆廷同步发起攻击。随着一声巨响，母体被炸毁，所有丧尸失去控制，联合军队趁机清理残余，冰封行动大获成功。摧毁南极丧尸巢穴后，全球的丧尸数量大幅减少，人类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曙光。我回到迷雾岛，开始着手重建文明。我们修复了卫星通讯，建立了全球网络，开垦了更多的农田，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创办了多所大学，培养新一代的人才。陆廷在一次联合军演结束后，当着所有联盟成员的面向我求婚。他单膝跪地，手中拿着用深海珍珠打磨的戒指。西西，过去我守护你，未来我想和你一起守护这个世界，你愿意嫁给我吗？我眼中泛起泪光，用力点头。婚礼当天，全球各地的幸存者都通过网络送上祝福，海神号甲板上铺满了鲜花，陆廷牵着我的手，在众人的见证下许下誓言。婚后，我们依然并肩作战，带领联盟清除残余的丧尸，修复被破坏的城市。看着孩子们在阳光下奔跑，人们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我知道，我当初的选择没有错。从被背叛的绝望主妇到统领全球的海上女王，这一路的风雨都化作了如今的繁花似锦。而我和陆廷的故事也将在这个重生的世界里永远延续下去。和平并未持续太久，太空站传来紧急信号，一颗携带未知病毒的陨石正高速撞向地球，预计3天后抵达。我立刻召集联盟紧急会议，科研人员分析后得出结论，陨石上的病毒可能会让丧尸再次变异，甚至感染动植物。
我当机立断，启动天穹计划，调动全球所有资源，在大气层外部署能量防御网，同时让各地幸存者进入地下掩体。陆廷带领联合军队负责防御网的搭建，我则坐镇指挥中心，协调物资和人员调配。时间紧迫，所有人都争分夺秒，就连基地里的孩子都主动帮忙搬运物资。陨石抵达前1小时，防御网终于搭建完成。当陨石撞向防御网的那一刻，天空爆发出耀眼的光芒，巨大的冲击波席卷全球，但防御网成功阻挡了病毒扩散。危机解除后，我站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前，看着各地传来的平安信号，长舒一口气。陆廷从身后抱住我，声音带着疲惫却坚定：有你在，再大的危机我们都能度过。陨石危机过后，我们发现部分沿海地区的海洋生物受到了微量辐射影响，出现了小型变异。为了防止事态扩大，我决定组建海洋净化队，对全球海域进行排查和净化。我亲自挑选队员，配备了最新研发的辐射检测仪和净化设备。陆廷主动请缨担任队长。航行途中，我们发现一片海域的珊瑚礁全部变异成了能攻击船只的触手怪，附近的渔村正遭受袭击。我立刻下令启动声波净化设备，同时让队员用特制药剂喷洒珊瑚礁。经过1天1夜的奋战，变异珊瑚礁恢复了原样，渔村的幸存者们对我们感激涕零。在后续的净化中，我们还发现了被辐射污染的海底油井，及时进行了封堵。3个月后，全球海域基本恢复正常，海洋净化队成了联盟的英雄。返程时，陆廷带着一身海水味回到我身边，笑着说：“任务完成，我的女王。”我为她擦拭脸颊，心中满是骄傲，这是我们共同的功劳。随着文明的重建，一些旧时代的陋习开始死灰复燃。有部分联盟成员利用职权囤积物资，欺压普通幸存者，甚至在黑市上贩卖疫苗。我得知消息后怒不可遏，我没有声张，而是暗中派出调查组收集证据。1周后，我在联盟大会上将所有违规人员的罪证公之于众，其中不乏几位高层。台下一片哗然，有人想为他们求情，被我厉声打断。联盟成立的初衷是让所有人活下去，不是让少数人作威作福。我当即下令废除违规人员的职务，没收所有非法所得，情节严重者流放荒岛。同时，我宣布成立监察委员会，由各地幸存者代表组成，直接对我负责。这场整风运动让联盟的风气焕然一新，所有人都明白，在我的统治下，没有特权，只有公平。陆廷看着我雷厉风行的样子，眼中满是欣赏。你总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握住他的手，因为我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值得守护的。科研团队传来好消息，他们成功研发出了基因优化剂，不仅能增强人类的体质，还能让普通人拥有抵御病毒的能力。但优化剂的原料之一星辰花只生长在被丧尸病毒污染最严重的禁区之城。这座城市早已被变异丧尸和辐射笼罩，进去的人无一生还。我决定亲自带队前往，陆廷坚决要与我同行。我们挑选了20名最精锐的队员，配备了全套防护装备和重型武器。进入禁区之城后，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随处可见变异丧尸的残骸。我们小心翼翼地前进，突然遭遇了一群速度极快的影丧尸，他们能融入阴影，防不胜防。我让队员启动强光设备，照亮所有角落，陆廷则带领队员组成防御圈，精准射击。经过一番激战，我们终于抵达星辰花生长的核心区域，成功采集到足够的原料。返程时，虽然有队员受伤，但无人牺牲。看着手中的星辰花，我知道人类的未来又多了一层保障。基因优化剂量产成功后，我决定在全球范围内免费发放。消息传开，全球的幸存者都欢呼雀跃。发放过程中，却有一个名为原生派的组织站出来反对，他们认为基因优化是违背自然规律，还煽动部分幸存者抵制优化剂。原生派的首领是个自称先知的老头，他在多个基地散布谣言，说优化剂会让人变成怪物。我没有采取强硬手段，而是召开了全球直播发布会，让科研人员现场演示优化剂的安全性，还邀请了第一批使用者分享体验。看着屏幕上那些体质变强、治愈了旧伤的幸存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我们。原生派的谣言不攻自破，先知也被自己的追随者揭穿了真面目，他只是想借此拉拢人心，夺取联盟的控制权。最终，先知被绳之以法，原生派也土崩瓦解。我站在镜头前，坚定地说：人类的进步从来都离不开对未知的探索，我们不会被谣言阻碍前进的脚步。联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开始重建各大城市。第一座重建的城市被命名为希光城，寓意着希望与光明。我亲自参与城市规划，设计了防丧尸防御系统、生态循环系统和应急避难所。陆廷则负责城市的安全部署，训练了专门的城市守卫队。
在重建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批旧时代的军事遗迹，里面存放着大量的先进武器和能源核心。这些发现让城市的建设速度大大加快，西光城很快就建成了一座功能完善、安全坚固的现代化城市。首批入住的幸存者们激动不已，纷纷表示终于有了家的感觉。这天，我和陆婷在西光城的广场上散步，看着孩子们在草地上玩耍，老人们在树荫下聊天，心中充满了欣慰。陆婷握紧我的手，西西，你做到了，你真的重建了文明。我笑着回应，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西光城建成后，其他城市的重建也陆续展开。就在这时，我们收到了来自外太空的信号，经过破译，居然是外星文明发来的问候。他们表示注意到了地球的危机，愿意提供技术支持，但要求与地球的最高统治者会面。联盟高层对此意见不一，有人担心是陷阱，有人则主张接受帮助。我思考再三，决定亲自前往会面地点——月球背面的中立区。陆婷坚决要陪我一起。我们乘坐特制的宇宙飞船出发，在月球背面，我们见到了外星文明的使者，他们外形与人相似，科技水平远超地球。使者表示，他们曾与神秘组织有过接触，发现对方的野心后便断绝了联系，如今愿意帮助地球彻底清除病毒，恢复生态。我与使者达成协议，外星文明提供病毒清除技术和生态修复设备，地球则与他们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返程时，陆婷看着窗外的地球，感慨道：“没想到我们的世界竟然能与外星文明合作。”我轻笑，只要我们足够强大，就有资格拥抱更广阔的宇宙。在 Alien 技术的帮助下，我们研发出了全球病毒清除仪，能在不伤害人类和动植物的情况下，彻底消灭空气中、土壤里的丧尸病毒。我下令在全球各地部署清除仪，启动的那一刻，全球的幸存者都屏息等待。几小时后，科研人员传来消息，全球范围内的丧尸病毒浓度已降至安全值，普通丧尸失去活性，变异丧尸也变得虚弱。我立刻下令联合军队展开清剿行动，彻底清理残余的丧尸。陆婷带领联合军队奔赴各地，我则坐镇西光城，协调物资和医疗支援。这场清剿行动持续了1个月，全球的丧尸被彻底清除干净。当最后一只丧尸被消灭的消息传来时，西光城的广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人们相拥而泣。我和陆婷站在城主府的楼顶，看着漫天烟火，心中百感交集。陆婷低头吻了吻我的额头，一切都结束了。我靠在他怀里，笑着说：“不，一切才刚刚开始。”丧尸被彻底清除后，我们开始全力修复地球的生态环境。外星文明提供的生态修复设备发挥了巨大作用，被污染的土壤逐渐恢复肥力，干涸的河流重新流淌，消失的植被慢慢复苏。我成立了全球生态保护委员会，制定了严格的环保法规，禁止任何破坏生态的行为。同时，我还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让各地的资源得到合理调配，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恢复到末世前的状态。这天，我和陆婷回到了曾经的城市，那里已经重建完毕，街道上车水马龙，商场里人声鼎沸。我们走到曾经的家楼下，看着熟悉的场景，心中感慨万千。陆婷握着我的手，还记得这里吗？你重生后就是从这里开始改变一切的。我点头，眼中泛起泪光。记得那时候我只想复仇，没想到最后竟然拯救了世界。陆婷将我拥入怀中，因为你从来都不是一个只想着复仇的人，你的内心充满了善良和力量。几年后，地球彻底恢复了生机，甚至比末世前更加美丽。联盟发展成了全球统一的政府，我依然是最高统治者，陆婷则担任国防部长。我们夫妻2人共同守护着这个来之不易的和平世界。这天，我在西光城的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庆祝地球重生10周年。全球各地的人们都通过直播观看庆典，外星文明的使者也前来祝贺。庆典上，陆婷当着全球人民的面再次向我告白：“西西，10年前你是浴火重生的女王，10年后你是守护世界的女神。往后余生，我依然会陪在你身边，不离不弃。”我热泪盈眶，回应道：“陆婷，谢谢你一直陪着我，从海神号到迷雾岛，从地球到太空，你是我最坚实的后盾。这个世界因为有你才更加完整。”庆典的最后，我宣布成立星际探索队，准备开启人类的星际之旅。站在广场中央，看着人们脸上幸福的笑容，我知道我已经完成了从复仇女王到世界守护者的蜕变，而属于我们的传奇还将在更遥远的宇宙中继续书写。